你是否曾经好奇过中美教育交流的起源？在这个充满历史故事的背景下，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回到1907年。当时，美国的伟大领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想法。他建议利用庚子赔款来援助中国的教育事业。这笔赔款是清朝在庚子战争中被迫支付给八国联军的赔偿金。而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庚子赔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0年，那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被称为庚子战争或义和团运动。在这场战争中，八国联军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联手入侵中国，并对中国的城市进行了破坏和洗劫。作为战争的结果，中国被迫支付了巨额赔款，这笔赔款后来被称为庚子赔款。然而，罗斯福总统的建议却为这笔赔款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命运。他主张将庚子赔款用于援助中国的教育事业，以推动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这一提议引起了中国和美国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关注。最终，经过多方努力，庚子赔款被用于成立了中国的一所顶尖学府——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诞生是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所学校以其卓越的学术和研究成果而闻名，吸引了无数的学者和学生。清华大学成为了中国培养人才和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据点，也为中美两国的教育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教育交流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如今，中美两国的学生和学者之间的交流频繁而广泛，互相学习和合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全球的教育合作提供了典范。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可以透过现代科技更加方便地进行教育交流。网络和社交媒体为中美学生和学者提供了及时连接的机会。这样的 SEO 演算法列出的 YouTube 标签：中美教育交流、庚子赔款、清华大学、美中关系、教育合作、历史纪实、文化交流。接下来的内容将继续探讨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的趋势，教育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中美学生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不仅在学术领域带来了丰富的成果，也在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美教育交流的盛况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除了庚子赔款的用途，许多中国学生也前往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这种交流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丰富了美国的学术环境和多元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教育交流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协议和交换计划让学生和学者能够在两国之间进行短期或长期的学习和研究。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知识和经验的共享，也建立了持久的人际关系和合作网络。同时，中美教育交流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障碍。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和教育体制的不同都可能对交流产生影响。然而，这些挑战也成为了双方合作和理解的契机。通过相互尊重和学习，中美学生和学者可以克服这些障碍，实现更深层次的交流和合作。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中美教育交流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两国的学生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不仅能够丰富彼此的学术经验，还能够培养跨文化的理解和国际视野。这种交流不仅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为全球教育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模范。总结起来，中美教育交流在庚子赔款和清华大学的诞生中开启了新的篇章。这种交流不仅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展和演变。作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教育交流为两国之间的合作和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为我们的未来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成就。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非常抱歉，以下是使用繁体中文回答的第二段。在20世纪初，庚子赔款的用途不仅限于创立清华大学，还涉及到了更广泛的教育合作。许多中国学生前往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这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留学生们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积极参与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和社会活动。他们不仅向美国带去了中国的知识和文化，也深受美国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这些留学生们在美国大学中开展了各种学术研究项目，涵盖了科学、工程、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他们通过与美国教授和学生的合作，共同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和创新。同时，他们也为中国带回了许多新的理念和技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校园中展示了中国的丰富文化和传统艺术。他们组织了各种文化活动，如舞蹈表演、音乐会和书法展览，向美国学生和社区展示了中国的独特魅力。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美国的多元文化环境，也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同时，中国留学生们也融入了美国社会，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志愿服务。他们与当地学生组织一起参与社区服务项目，如环境保护、慈善募捐和青少年教育等。这种参与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学习经历，也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人民交流搭建了桥梁。这些中国留学生们的努力和贡献不仅在学术和文化领域有所成就，也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未来奠定了基础。他们成为了中美教育合作的桥梁和使者，为两国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留学经历，美国学生和学者也积极参与到中国的教育交流中。他们前往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这种互访交流不仅扩大了他们的学术视野，也促进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学术合作和友好。庚子赔款所带来的教育合作不仅影响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在庚子赔款后积极进行教育改革，推动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建设，并引进了许多国外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在庚子赔款后，中国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和解决问题。学校开展了各种创新教育项目，如科学实验、设计竞赛和创业培训等，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还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中国开始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注重学术成绩，还注重学生的品德培养和身心健康。学校开展了各种素质教育项目，如艺术体验、体育锻炼和志愿服务等，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成为有道德修养和社会贡献的公民。此外，庚子赔款的教育合作也推动了中国的国际化教育发展。中国开始积极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化学习机会。许多中国学生获得奖学金前往海外大学深造，同时，中国的大学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前来就读。这种国际化的教育交流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教育环境，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在庚子赔款的背景下，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思维的变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教育改革模型。然而，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虽然庚子赔款为中国的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一方面，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依然存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另一方面，过度重视考试成绩和升学率的问题也还存在，这可能会对学生的创造力和全面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因此，中国在教育改革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提高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够享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其次，应该加强对教育评估机制的改革，减少对单一考试成绩的过度依赖，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
同时，还应该加强教师培训和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总之，庚子赔款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教育改革在培养创新人才、推动素质教育和促进国际化教育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教育改革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需要继续努力。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创新，中国的教育体制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变革上，更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和教育机会的普及上。庚子赔款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改善学校设施和教学环境，提高教师的待遇和专业水平。许多偏远地区的学校得到了改建和补充教学资源，学生们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更多的学习机会。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获得了高质量的教育，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不断提升，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中国学生在国际学术和科技竞赛中屡获佳绩，他们的创新项目和科学成果为中国在全球的声誉和影响力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还为人才的培养和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庚子赔款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逐渐健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许多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获得了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录取，他们在国际间获得了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也积极吸引海外人才回国，为国内的科研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综上所述，庚子赔款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教育改革在培养创新人才、推动素质教育和促进国际化教育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一成就的背后是中国政府的决策和投入，以及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然而，教育改革仍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在教育领域仍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只有通过持续的改革和创新，中国的教育体制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